第16空中突击旅是英国陆军中的一支空中快速反应部队，是英国陆军唯一一支能够执行空中机动和空中作战的高机动性作战旅，可以使用直升机进行伞降和后方渗透。第16空中突击旅成立于1999年9月1号，总部在英格兰东南部的科尔切斯特，队友佩戴和空军一样的褐色贝雷帽。本期视频我们来了解一下第16空中突击旅和它的精锐前线探路者排。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第16空中突击旅现在约有8000多人，是英国陆军最大的旅级作战单位，有一个侦察连、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团、2个伞降步兵营、2个空中突击步兵营、3个航空团、一个后勤团、一个医疗团、一个机械工兵团和前线探路者排。当前的第16空中突击旅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空中突击部队，成立不久后便参加了美伊战争，也是在英国陆军的第5空降旅的基础之上组建而来的。这支部队的成立之前，英国陆军的快速部署一直让英国国防部脑壳疼，一是编制体制的缺陷，二是陆军兵种框架太大难以分割，还有就是缺乏空中战略运输力量。在经过美国海湾战争的震惊后，英国国防部悟到了，认识到再这样下去，别说阿根廷了，随便拿出来一个小国都看不起自己，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于是在上世纪末，我们前面说的3点，英国军方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把第5空降旅再加上第3、第4、第9航空飞行联队合并整编成了现在的第16空中突击旅，作为英国快速反应部队的先锋，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远程军事行动，什么局部战争快速支援了，从两军冲突中心救回英国公民，后面又经过几次改革，把编制、体制和空运能力都解决得差不多了。可执行的任务包括引导直升机部队进行纵深攻击、要点夺取和据守、远程奔袭和区域封锁，为特种部队特工支援。在成立初期，拥有24架反坦克直升机、24门105毫米轻型榴弹炮、84具米兰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和36具标枪防空导弹发射器。和美国的101师不一样，当时它并没有固定的运输直升机部队，由皇家空军的支援直升机部队承担。后来英国获得了美国的许可，英国也能制造阿帕奇直升机了。在首批制造的67架中，有48架就给了第16空中突击旅。在成立没多久后，1999年10月，第16空降旅就在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了代号施救之眼的演习。该演习仅持续了4天，看看是否形成了初期的战斗力。2001年8月，第16空降旅参加了马其顿维和行动。马其顿共和国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是南下地中海的门户，一直是重要的贸易和军事通道。这次行动本来是为了收缴阿尔巴尼亚的武器弹药，结果马其顿有人出来搅局，北约的人被迫出售阿尔巴尼亚的武器弹药，那是相当的多。除了解体后的苏联各个加盟国外，欧洲黑道主要来阿尔巴尼亚采购武器弹药。完成这次维和行动后，第16空中突击旅又去了阿富汗参加了反恐行动。后面再有消息的行动就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前面的只能说是小试牛刀，这次的伊拉克战争是真的大阵仗开打了。说完这些，我们来快速的了解一下它的前身。第5空降旅它前身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第6空降师，在二战后英国空降部队大幅度的缩编，只保留了第16独立空降旅。大家都知道，二战之后英国是一天不如一天，爸爸变儿子，还要担心苏联的钢铁洪流。在1977年，第16独立空降旅被裁撤，但是伞兵团被保留了下来，新番号为第6野战部队，其中就只有1个营担任伞兵任务，其余的2个营执行步兵任务。在1982年12月，英国国防部长前往第5步兵旅驻地，宣布改组命令，他的新番号就是第5空降旅。前线探路者排是突击旅的眼睛和耳朵，在大部队行动之前，潜伏渗透到敌军后方刺探情报，为任务打定标点，有点像特种部队，但它又不是特种部队，它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和其他作战部队合作开展特种侦察行动。当前的前进探路者排有60-70人左右，差不多一个小连队了。探路者排虽然不是特种部队，但是它的选拔条件和平常的训练都是参考特种部队的。
比如英国空降特勤团、空中特勤团，简称为 SAS。如果你曾经在探路者排服役过，这将会成为进入特别空勤团的有利条件。因为前进探路者排的选拔训练，虽然比起标准的特种部队时间要短，但是标准是一样的，一般都是6周的时间。第1周是候选人身体素质的测试，完成后会进行2次8英里的急行军，1次10英里急行军和1次2英里的赛跑，换算成公里差不多就是32公里。第2周是导航能力测试，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1次穿越英国的行军行动，4次导航测试行军行动，在完成这些后再进行1次40英里的行军，差不多64公里。在第3周进行的是基本技巧训练，学习巡逻和隐蔽侦察等。在训练结束后会进行考核。第4周是实弹射击训练，最后2周考核加入实训，候选人5-6人一组，进行各种侦察任务。在这里边有一项训练是候选人带够足够的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在野外进行几天的侦察行动。在这几天里边自给自足，避免被敌人发现，这是他们侦察任务的常事儿。后边还有被俘虏训练、模拟审讯，测试他们是否具有被俘虏后抵御对方审讯的能力。完成这些后会被批准加入到前线探路者排，继续进行相关训练，进行伞降训练，获得高级伞兵资格。这你说不是特种部队，怕是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不是特种部队。不过他们的这个训练时间比起空降特勤团要少得可怜了。SAS 的选拔训练时间在14周以上，小巫见大巫了，属于是。前进探路者排通常在大部队行动的1个星期前便开始了秘密渗透，5-6名队员为1个小组，在晚上通过高跳高开的方式伞降进行渗透。由于这种高跳实在是太高，空气稀薄，队员们在跳伞都是携带着氧气瓶的，在一定高度展开降落伞，在滑行到降落地点附近，在指定地点汇合后，就开始渗透侦察行动。他们会在保障自己隐蔽的前提下开始侦察行动，毕竟他们的任务是为了大部队的展开进行侦察行动，并不是和敌军交战。如果被发现的话，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果倒霉不幸被发现的话，就只能看情况了，要不自己化险为夷，要不就看能否把周围的自己人呼叫过来支援。除了这些，在探路者的队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主动暴露自己，吸引敌方的注力，防止敌方发现部队，后续的大规模行动计划，为大义献身了，属于是。不过也有能逃出去的人，在完成既定的侦察任务后，探路者排队员会协助大部队进行渗透，从隐蔽侦察行动变成大摇大摆的机动巡逻。前线探路者排对于突击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他们行动不顺的话，突击旅的后续行动也会受阻。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